发明京台高铁的人真是个天才。注意哈，接下来我们将深入了解京台高铁中难度最大的一段，横跨整个台湾海峡的超长跨海大桥工程。这条预计2035年建成通车的高铁路线，已经为台湾省回归铺好了回家路。京台高铁的规划路线，京台高铁是我国在2016年提出的一条连接北京与台北的超长高铁线路，它将我国华北、华中、华东、华南以及海峡对岸的台湾省连成一个整体，全长超过2200公里，是我国8纵8横铁路网的核心干线之一。经过多年布局建设，京台高铁的修建已经来到了最后一环，也就是跨越台湾海峡的这一段路线。而如今跨海规划已经初步敲定，打开地图之后，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京台铁路的路线，虽然目前还在规划当中，但其实除了连接台湾省的跨海工程，其余线路基本已经完工通车，甚至还在福建平潭镇上修建了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。这座大桥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京台高铁的大体线路。京台高铁的起始站为北京南站，然后一路向南出发，经过河北省、天津市、山东省、江苏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福建省，最终到达台湾省的台北市。这一路线共经过8个省份和1个直辖市，是我国跨度最广的高铁路线之一。一路上经过的站点也比较多，在山东省境内会经过德州、济南、聊城、济宁等城市，然后来到江苏省徐州市，离开徐州后进入安徽，主要经过宿州市、蚌埠市、淮南市，然后到达合肥市。按照我国京港台通道的线路规划，京港高铁与京台高铁会在合肥市分支。京港高铁向西分出合安高铁，也就是合肥到安庆的一段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。这条线路继续向前，经过安九高铁、昌九高铁、昌赣高铁、赣深高铁，最终与广深港高铁接通。至此，京港高铁完成闭环。京台高铁则分出合福高铁、福平高铁以及最后的跨海高铁共3段，而这3段也是整个京台高铁最重要的部分。合福高铁也就是安徽省合肥市到福建省福州市的高铁路线，这段路线从合肥北城站出发，沿途经过合肥市、铜陵市、黄山市，安徽段长度约为340公里，在江西省境内只经过上饶市，江西段长约183.2公里，在福建省经过南平市、宁德市，最终到达福州市的福州站。福建省段长度约为283.6公里，合福高铁全程约850公里，途中设置有24个站点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每小时。该线路于2009年开工建设，在2015年已经开通运营。该线路建成之后，坐车从合肥市到福州市的时间缩短一半，从8小时变成了4小时。京台高铁路线达到福建省后，剩下的路线只需要将福州市与台北市连接起来。而这一段路线要穿过台湾海峡，路线选择也成为难题。通过地图可以详细的看到台湾海峡两侧的情况。海峡西边是福建省，福建省的东部有一座名为平潭岛的岛屿。平潭岛是福州市平潭县的所在地，该岛面积约为371.91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38.1万人。平潭岛是大陆距离台湾省最近的一块面积较大的陆地，因此想要修建京台高铁跨海路线的最佳起点就是平潭岛。为此，我国开始大力建设平潭县的交通网络，让这里成为未来连接两岸的重要交通枢纽。2013年，我国开工建设了福平铁路，将福州市的铁路延伸至平潭县。福平铁路全长88.433公里，起始站为福州站，终点站为平潭站。为了连通福平铁路，我国还耗费7年时间建设了16.323公里长的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。该大桥横跨人鱼岛、长屿岛、小练岛、大练岛等岛屿，采用上公路下铁路的方式，公路为双向6车道高速路，铁路为双线200公里铁路，极大改善了平潭县的交通便利程度。2020年12月，福平铁路正式通车，代表着从北京到福建的整个京台高铁大路段，目前已经基本建设完成。京台高铁的最后一块拼图，便是从平潭县到台湾省的跨海线路。跨海规划为何困难重重？想要将铁路修到海的那边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在早期提出这一设想的时候，也有人提出了质疑，认为这项工程的难度太大，台湾与大陆曾是一个整体。后来经过复杂的地质活动，两地之间较低的部分被海水淹没，于是形成了如今的台湾海峡，将我国的东海与南海连接起来。在福建省的东部有一个北礁村，在台湾省的北端有一个富贵角，将这两个地方用线连起来，就是台湾海峡的北部起点。在广东省的东南部有一个南澳岛，在台湾省的南端有一个猫鼻头，这两个地方的连线就是台湾海峡的南部终点。台湾海峡的水域面积约为9万平方公里，它的长度在400公里左右，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，两头宽中间窄，而最窄的地方也有130公里。这段距离放在陆地上可能没有什么问题，但要想在海上修一条130多公里的高速铁路线，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世界级大工程。台湾海峡的平均水深在60米左右，并且受峡管效应影响，海峡内部的风浪较大，4级以上风浪占42%，5级以上的风浪可以占到28%。
极端天气下风浪能够达到9级左右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想要在海峡中央修建跨海高铁，无论是施工阶段还是后期维护，都需要拿出更高的成本和更先进的技术。但对于基建狂魔来说，却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了验证跨海大桥的可行性，平潭公铁两用大桥采用了浮吊完整桥设的方式，在大风天气每年平均超过300天，并且经常遭受台风侵袭的海峡上进行施工，顺利完成了平潭公铁两用大桥的建设，完成了许多全新的跨海大桥技术验证。如今，随着浮平铁路的建设通车，京台高铁跨海规划也逐渐提上日程。京台高铁最后一段的大致路线为：从福建省平潭站出发，建设一条公铁两用的超级跨海大桥，一路向东横跨整个台湾海峡，预计跨海长度在120公里左右。然后在台湾省新竹市附近上岸。新竹市位于台湾省西北部，被新竹县包裹在内，它西面濒临台湾海峡，与平潭岛隔海相望。新竹市的面积约为102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40万人。这里是台湾省高科技园区的主要聚集地，有着台湾硅谷之称，对铁路交通的需求很高。京台高铁到达新竹后，继续向北穿过桃园市，最后达到台湾省的省会台北市。台北是台湾省内最繁华的城市之一，这里的面积约为271.8平方公里，有人口约250.5万人。京台高速公路修建是否值得？只有到达台北市，整个京台高铁才算全线完成。而这条线路完成之后，带来的价值将难以估量。有了高铁连接之后，只需7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从北京直达台湾，普通人乘坐高铁就能实现往返两地游玩的愿望。京台高铁沿途经过50多个城市，对台湾省来说，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。有了这条高铁之后，两岸的贸易规模将呈几何倍增长，是台湾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机遇。京台高铁建成之后，台湾省将彻底接入我国高铁网络，两岸从此会变得密不可分。如果京台高铁建设完成，还可以为我国建设超长跨海大桥提供经验，未来的琼州海峡跨海大桥、渤海湾跨海大桥等项目都有可能成为现实。